陳小娟再次聽見王志勝的聲音，是在她回國的第一天。她在電話裡說，她想見小孩王明陽，而他卻是以一家3口的姿態出現在她的眼前。在咖啡廳的一隅，王志勝的身影看起來有點孤單，但他一看到小孩，便雙眼發光。小孩也像被磁鐵吸引般地鬆開陳小娟牽着的手，一路小跑步地撲進爸爸的懷裡。我想死你了！王志勝激動地緊緊抱着孩子。看着這一幕，陳小娟心裡有些複雜。她不自覺地看向卓子文，卻瞧見他冷着臉，下巴緊繃着。他這才想起卓子文以後就是小孩的新爸爸，他一直在努力跟王明陽拉近關係。現在看到王志勝父子團聚的場面，一不小心就露出受傷的心情了。這讓陳小娟不禁心想着，也難怪他會吃醋是應該的。但無論如何，看到王志勝抱着孩子疼愛的樣子，還是讓陳小娟感到心滿意足。她主動上前打招呼：“嗨，志勝。”這時，王志勝才像是注意到眼前的一對璧人。他放下懷裡的孩子，站起身來，整理了一下衣着，很有禮貌地向卓子文問候：“您好，我是明陽的爸爸，我叫王志勝。”卓子文沒想到王志勝會如此落落大方地主動打招呼，他有些驚訝地伸出手表達善意。兩個男人識趣地握了握手，然後王志勝依然神態自若。他看向陳小娟：“今天讓我跟明陽好好相處一天，可以嗎？”看着眼前的這個男人，陳小娟似乎有些痴迷了。那籠罩在王志勝身上猶如陽光燦爛般的少年氣息，讓她忍不住想起初見這個男人的場景，心動的感覺依然在。他果真是她愛過的男人，他是我要結婚的人，他叫卓子文。像是堅持履行心中早已想好的劇本，陳小娟笑盈盈地勾起卓子文的手臂，答非所問地向王志勝介紹起自己的未婚夫。她今天還刻意穿上卓子文為她新買的洋裝，髮飾開襟洋裝很適合她凹凸有致的身材。為了今天的相遇，她的裝扮可是一絲不苟。王志勝看向面露尷尬的卓子文，他只能給他一個善解人意的微笑。你們看起來很配，祝福你們。謝謝。陳小娟有些靦腆地將身子更靠近卓子文一點，讓明陽和爸爸好好相處吧。卓子文像是有些受不了陳小娟的故作姿態，他想要鬆開被陳小娟鉗制的手臂，手肘卻不小心撞到陳小娟的臉頰。哎呀！陳小娟發出細微的抱怨聲。卓子文沒有多理會陳小娟的嬌嗔，鬆開陳小娟的手後，他也一樣態度大方地向王志勝說：“你和明陽這麼久沒見了，今天就帶明陽好好出去玩。我跟小娟會再過來接明陽回家。”謝謝你。王志勝得到了心中最想要的答案，他開心地回過身抱起小孩。你今天想去哪裡？爸爸陪你去。卓子文匆匆地向王志勝父子道別後，便把還想賴在原地的陳小娟給勸了出來。離開咖啡廳後，走向停靠在路邊的座車，他有些費解地質問陳小娟：“
你今天好奇怪，你剛撞到我的臉了。”陳小娟還在為剛才卓子文擺脫她的舉動感到心裡委屈與生氣，正要打開駕駛座車門的卓子文，看着眼前面容精緻的女人，細嫩的纖纖玉手輕撫着臉頰，那出水芙蓉的嬌柔模樣，讓卓子文又燃起了想要佔有的慾望。他道貌岸然地推了一下眼鏡，輕咳了一聲：“好啦，別生氣了，我們去約會吧。你今天穿得好漂亮。”聽到卓子文的話，陳小娟才有些氣消地說：“要去哪裡？我最近想去看一部電影，我們去看好不好？”卓子文沒有回應她的話，只想示意他趕快上車。在他開車時，他忍不住一邊手持方向盤，一邊騰出手摸向陳小娟的大腿。他們想要去哪裡？卓子文只想滿足自己的慾望。放着輕音樂的意式餐廳，王志勝一邊分着披薩，一邊把一片披薩分到小孩的餐盤裡。王明陽看着起司拉絲的療癒畫面，嘴饞地說：“看起來好好吃。”王志勝舔了一口手指上的起司，真的很好吃耶，趕快吃吧。父子倆開心的大快朵頤。待王明陽不客氣地傳來一聲飽嗝後，王志勝才笑着問他：“有沒有想爸爸？”王明陽看着爸爸，有點委屈巴巴地說：“想念啊，但爸爸在好遠的地方，爸爸這次回來又會離開嗎？”聽着小孩的話，王志勝心裡一陣酸楚，他下定決心詢問小孩：“媽媽結婚後，你要不要過來跟爸爸一起住？換我們一起生活，好不好？”王明陽露出有些欣喜的表情，但又有些猶豫地拿起可樂瓶喝了一口。王志勝看小孩吞吞吐吐的樣子，忍不住又問：“怎麼了？不願意跟爸爸一起生活嗎？”王明陽看着爸爸，有些難過地說出心裡話：“在國外嗎？那媽媽怎麼辦？”聽到小孩的真心話，王志勝覺得心裡一陣絞痛。他像是呼吸不到氧氣般，大大的深呼吸一口，然後感嘆地說：“爸爸，懂你的意思。”他有些後悔說出剛才的話，讓孩子陷入這種兩難的境地。雖然他跟陳小娟的婚姻是失敗的，兩個人離婚後可以當陌生人，但孩子就是他的親人，他沒辦法不在乎小孩的感受。以後爸爸想要回國工作。王志勝寵溺地看着孩子，王明陽聽着爸爸的話，面露不可置信的表情，但又忍不住想繼續聽下去。“我不想再跟你這樣分開了，爸爸錯了，當初不該那樣離開你。以後爸爸會跟你在同一個地方生活，這樣你也不用離開媽媽了。”聽完爸爸的話，王明陽雙眼噙淚的將頭快埋進餐盤裡。王志勝看着這一幕，他的心都要碎了。他換到王明陽身旁的座位，然後把小孩攬在懷裡，輕撫着小孩的肩背。“以後你想爸爸，可以見到爸爸，不用再看手機了。”輕輕的啜泣聲讓王志勝下定決心，他
他以後只要為孩子而活就好。